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老和。这2天我们一直在讲，这是台湾的2奈米保卫战，从政府到国安到检调，大家是全力以赴。不管你今天是哪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你今天敢抢我们技术的话，我直接跟你翻脸对杠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们的护城河。这件事情是不是好事？当然是好事，但这种气魄能不能用在对诈骗上面，尤其对太子集团，尤其对陈志上面？因为太子集团跟陈志完完全全把台湾司法当成无物，把它当成跟塑胶一样。你看到从第一波的搜索约谈到第2波，我们竟然发现了每个人都是笑得出来。第一波的这个笑容已经引起了全民公愤之外，没有想到第2波搜索的时候，还帮他降了保，降了保之后，他依然笑笑的走出来。而让我们觉得更生气的事情，你人交保之外，有3个人现在还在声押中。现在在整声押，在开羁押庭的过程中，我们才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这太子集团真的太嚣张了。你看到其中一个人是尼尔的总经理，叫做林阳茂。他在第1波搜索的时候，他早就有100万元交保。那这次为什么会声押呢？原来他竟然在交保之后，还跟案外的这所谓的海外的主管，包括了陈秀玲等人联系处理账务。这代表一件事情，他根本没有在怕，他持续的帮太子集团把脏钱给洗出去。这也代表一件事情，检调你到底钱扣完了没？你不是扣完房产，你不是扣完车子，你不是把银行账户都扣了吗？为什么他还在协助处理账务，还有钱流出去呢？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安雄，时评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中。世聪，我们这2天一直聊什么？2奈米的保卫战。我们一讲，我们这一次从国安，不管从政府，甚至从检调单位，真的非常硬。甚至我们直接讲，你今天敢动，你不管你是日本，你今天不管是美国，我跟你杠到底，我都没有差的，因为我们态度要拿出来。对，结果我就问了。你在诈骗上面，你在对太子集团，你在对陈志上面，你的态度到底在哪里？你的第2波搜索竟然让我看到一件事情，你3个声押之外，没想到其中一个人竟然嚣张到，他交保完竟然还敢跟海外的高层联络，竟然还敢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默默的搬钱。没错，我说现在台湾最嚣张的是什么？是太子集团所有的员工非常嚣张。为什么非常嚣张？正好你看第1波搜索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不是看到一个笑容吗？刘纯宇被交保之后的笑容，笑了让我们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对，该笑的应该是说，那些受害者好不容易抓到这些害我们的人，就没想让这些所谓的诈骗集团他们就会快乐的步出法院。另外第2波郭正成，他没想到60万交保，就因为我没急，就没想到法官就说那降为50万好了，就没想到他收了50万之后，你看又笑着离开，诈团2波搜索的，他们都有人笑着离开，对，所以我才说他是不是很嚣张？好，那我讲这几天我们不是讲到台积电吗？我们国家为了要追查台积电，不惜来对抗美国、日本等境外势力，甚至还成立一个台积电的专股，就是要查这件事情。对，还要无限上纲的往上查。面对台积电这种事情来说，你做的这么认真，但是面对诈骗呢，一点都不认真。不是我们人民的钱不重要吗？对，好，我们讲今天辉达公布财报，他没错，他今年的这个第3季的获利呢，成长62%。但是我跟他讲，如果我们来看台湾的诈骗，今年前8月大概是已经突破了766亿元哦，前8个月较去年飙升1.5倍，成长率也相当惊人啊。那这766亿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换算到我们全台湾民众，每一个人被诈骗3300块啊！每一个人哦，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普发1万，就这普发1万有3300块又被这个诈骗集团诈走了。不是，辉达今天的这个成长力，已经全世界都已经非常吓。是，结果我们台湾的诈骗的这个金额的成长率，对，我们更吓人了。对，我们今天特别帮大家准备这张时间轴出来。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情夸张到怎么样？从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第1波去搜索的时候，已经扑了空，就没有想到这种交保的人还可以帮人家处理钱，而且是钱检方你扣到了吗？你显然就是没有扣到这个钱的。我们看了整个这个陈志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禁要问，
诚志的太子集团到底在台湾有多少政商人脉？对，有多少检调人员，或者有多少的警察？就是我不知道他的人脉到底广到什么程度。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11月4号，我们指挥47路，哇，看起来好像浩浩荡荡，一口气这样可以抓下去，对不对？然后拘提24名的这个被告这样的状况，你看同时间来说的话，你看新加坡也到这个诚志办公室，在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去查，那诚志就不见了嘛。你看浩整以暇，他又过了这个7天之后，他就开始反击了。对，反击说，哎，我根本没有犯罪，这个美国扣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这样。好，那于是呢，我们到11月18号又展开第二波的这个搜索。第二波搜索的时候，哎，搜索抓了一些人之后，你看，就我们后来在爬书的时候，对，发现什么？这个尼尔创新旗下的这个财务主管就郑巧梅，还有这个天旭的这个财务主管陈立山，他们是负责海外汇兑业务的关键人物。而且他说到什么，在案发的前后之间呢，他们还跟陈秀玲我们就讲是在诚志在海外最重要的账房嘛，他负责处理尼尔公司的所有账户，就是反正诚志要出账都是由他来出。对，就没想到，哎，他们2个人还跟他这么2个人。他们还跟这个陈秀玲这边互相的通讯啊，哎，该汇什么钱啊，哎，怎么样灭证，怎么样还在做啊？所以从11月4号到11月19号这过程当中，他们2个还在帮他处理脏钱呢。没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哈，你看，我们就讲这个林洋茂本来100万交保嘛，100万交保就没想，哎，大家又去把他手机拿出来说，又发现他说他还在办理相关的 OBU 业务，所以你当初把他放出去的时候，赵尔。他是办理 OBU， 你把他放出去之后，他又刚好跟他们2个这样，然后又跟陈秀玲这样，你把他放走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钱又跑去哪里了？对，又被他跑掉了嘛？好，那被他跑掉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讲，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就很多人被这个可能会被声押禁见嘛，对，尤其是第一波，不是那个顾淑文他已经被声押了嘛，对，那被声押的时候，哎，我们就讲。当时的时候就不是有人家怀疑说，哎，为什么他们这些主管都这么忠心啊，忠心耿耿的样子啊？你要不是说顾淑文被人家怀疑说，哎，他在日本有房地产啊，他不是都没有去日本吗？啊，怎么会有日本房地产？他说那是什么？那是安家费。对，有人就说那是安家费，所以因为安家费都打点好，帮你的后路都，哎，赵尔没关系啦，老大这个我们就说那不是要稳守吗？对，这个所谓盘总都要有一个稳守，你就是那个稳守，你就是负责断后的。我帮你挡刀的。对，你就帮我挡刀，你交给我就对了。对，好，赵尔，你的奖赏就是我给你日本1栋房子，你愿不愿意？我当然 OK 很多人愿意，所以他可能是用这样子打通，所以你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些人都那么忠心耿耿，明明都是已经人家检调要调查你，明明你是交保，你还要这样搞，就是这样哈。那我们就讲为什么？我就说这些人很奇怪。我们一般人来说，其实我们这个没有什么法律的知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不懂这个道理啊，就侦讯好，就侦讯啊。可是你知道吗？从第1波到第2波的里面来说，一些重要人物呢，他都跟你说，不好意思哦，检调啊，我拒绝夜侦侦讯，我不要夜侦侦讯。对，我怎么不要夜侦侦讯？因为第一个，我可以拖长时间。这个侦查的时间把它往后拖，而且我还可以对外联络。这时候还有一个黄金的时间赶快最后的交代，最后的联络。所以你看，这个之前的第1波的这个天旭的这个所谓王义堂，他就拒绝验证。对，现在这一波里面来说，这个3个重要人物，尼尔创新的这个林洋茂，好，还有这个尼尔创新的这个财务主管这个郑巧梅，还有包括说像这个天旭的这个财务主管的陈立成，他们3个全部都拒绝验证讯。所以这样，哪有那么巧的事情？照我跟你讲，他们都已经有做好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沙盘推演。对，就说，今天我进去之后，检调你就到傍晚就说，我拒绝侦讯，这样拖时间，然后让我们在外面方便再处理更多事情，为外面的人争取更多时间。正好这不是就我们很像我们讲的吗？在柬埔寨的这个劫狱里面，文手要负责什么？拖时间啊，他们就是这样做啊。所以我跟你讲。他们就是这样搞好，所以我才说他们这是一个非常不只是说他有很多政商人脉关系。对，照我必须说，他们的向心力还真的蛮强的，你很难攻进去。所以来说嘛，我们已经错失了太多的黄金时间了。好，那我们讲，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看它整个这个集团来说的话，现在日本媒体也在报了。为什么日本媒体在报？这是共同社的新闻啊。那共同社说什么？独家柬埔寨的太子集团的主席陈志在东京拥有高级公寓。赵尔看到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怎样？现在我们不禁怀疑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子集团的尼尔公司，它的尼尔创新呢，它做什么？它就是在什么日本房地产的购买攻略，而且它是唯2，陈志是有挂名的。对，没错。第1个挂名叫做太子不动产，对。第2个挂名就尼尔，对。结果
今天日本报了有豪宅，对，就是尼尔来弄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到底是什么？这程序是怎么样呢？照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怀疑：第一个，他在台湾有非常多的钱，对不对？对，台湾的钱是黑钱。大家可能透过这种，我带你去买房，赵和，我带你去买房，那你的买的房子的，譬如说多少钱，我帮你灌进去，我用高价买，那你的钱就流到日本去，就这样子，这样的买卖的过程中间，我把这个钱洗成是白钱啊，所以我就跟他讲，他在台湾的钱很多是黑钱，对，但是流到日本去的呢，可能就会变成白钱就干净了，就这样洗来洗去，就是变成白钱了，因为我透过我去日本买房啊，我带人家过去啊，搞不好这些人都是我的人头啊，去买的时候，变成是日本的房子，那日本房子的时候，我再把它处理掉，这样就变成是白钱啊。所以说，所以我说太子集团的陈志仁，你看他在这个日本共同社调查，他说他在东京什么有这个港区的这个北青山这个地方有一个高级的公寓，北青山豪宅中的豪宅区，你看到这一些画面，对，他的房子都长得像是这样哦，对，从一般住宅到办公大楼，都是比美的。基本上在港区觉得房子不会便宜啊，因为那边有包括神宫外苑一大堆的这个东西。好，那我觉得它这个地方来说，它的面积，这个共同社调查大概可以超过150平方米。150平方米来说的话，你大概乘一下，大概40-50平的这个土地面积哈。然后另外他就说，对外出租的说月租金高达数百万日币。然后这个二手房的话，超过16亿日币的二手房还要16亿。对，好，那我们就找一个在附近的这个约莫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就是你看他们这16亿的房子，那你看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可能就是独栋的这个房子啦哈。那这样的状况，对，他们就说，而且他们说这些通常都会有什么，就配备有非常豪华、奢华的这个装备，然后里面还有什么礼宾服务，就可能会有人专人来服侍你的一个状况。他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名人会住在这边，日本的名人会住在这边。好，那我们讲周边有什么？周边有很多观众朋友会去的青山的这个圣格瑞斯的这个大教堂，这是很多人在那边，日本很多女性梦幻的结婚地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另外还有神宫外苑的银杏大道，我们很多人会去看这个银杏，对不对？这如果你有看过日剧的 Hero， 他的这个就是在这边拍的，这很美哎。对，所以我就事实上就是这样。你看他们他就住在这个地方。不是市长，我看这画面，我越看越生气。对，你骗那么多钱。你在日本这么美的地方，你这么爽？对啊，你看陈志在那边那么开心哦，就好不止陈志开心，他的暑假呢，交保啊，好开心。然后多少60万，不好意思，50万好不好？还交保。那为什么我就讲，我们这次听到一个非常显眼的这个字眼，叫做 OBU。对，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尼尔的这个总经理就是用 OBU 赶快跟其他人互相的联系，然后跟陈秀玲也是用这个 OBU 账户。好。那什么叫做 OBU 呢？我跟他讲，因为我们台湾呢是个小国，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境外的，我们很鼓励说你这个国外的公司，你来台湾设立银行，我们可以让你用这样。所以很多外国的公司来台湾开立一个所谓账户，这个账户就叫 OBU 账户。对。然后这个 OBU 账户就是方便他进出，因为它是境外公司，方便他进出，但是你又可以把钱存在台湾。我们为了要鼓励台湾发展金融业，可是变成什么弊端呢？OBU 公司我只要来申请，大概就会过。但是你是谁，或是你的母公司，你的的所在地在哪里？其实我们通常不太能够查得到。假的。我在这边开了一个 OBU 账户之后，正好怎么样？我就把钱汇到这个地方来。汇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诈团的做法是这样：我在台湾诈骗的钱呢，我就汇到 OBU 账户，然后再从 OBU 账户的汇到海外去。你根本查不到。那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一般人呢，我们要汇钱的时候，我们一般人50万，央行就会盯你了，对不对？但是 OBU 账户呢，没有，它的额度要很大，因为这是外国人，他觉得你外国人进出的金额本来就比较大，所以他不太管你哦。所以它等于是一个你可能要达到一个总额，所以他们等于用这种漏洞呢，就把钱汇到台湾，把 OBU 账户呢，或他们也可以反向做，在海外赚的钱呢，汇到台湾，汇到台湾的时候，经过这样一手之后，我再把 OBU 账户汇到日本，汇到哪里去？所以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陈志他要在台湾设什么尼尔公司，设所谓天旭科技。尼尔就是这样子玩的。对，尤其是我跟大家说了，我们台湾这几年我们也撤销很多 OBU 账户，你看我们一年这几年下来，我们已经撤销好几万个了。那好几万为什么？因为反正我是诈头，我就开了之后你撤销我再开，我再撤销，我再开，你累到累死，你都查不到我是谁。而且我说真的啦，我们有办法去这个开曼群岛查吗？根本没办法查啊！你去查他金额，他根本没办法。我把它关掉之后，你再也查不到。
所以才说为什么这一次来说，我们给了这个层次他们太多时间，他们透过这个 OBU 的这个管道来说，又从这里面来说把很多钱给转走了一个状况。古正，我们看到第二波搜索里面，其实里面最关键是什么？就是尼尔创新。尼尔创新，我刚刚讲是层次唯二有挂上他自己的名字，表示尼尔创新就是个大金库。这个所谓的 OBU 过去是给台商的，给台商方便把钱进来。结果层次这家伙可厉害，他真的就锁定这个，就把所有的赃款，真的把所有的钱，把这个台湾当成他洗钱的中继站。对 ，OBU 在台湾其实是我们台商过去投资中国，因为我们不是国与国正式的关系，非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的钱是不可以直接中国大陆汇过去，所以透过第三地，后来我们就发展出所谓的境外账户，或者叫做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叫 OBU 或境外金融中心。那这个钱其实如果你是台湾虽然是挂在本国银行账户，但是你平常的进出，如果你都在海外的话，其实政府是不管的。但是你如果进到台湾，还是按照投审会的审查，你是要来投资或者是要购买东西，你其实还要经过要交易的。再来，如果你是一般台商把你的所得从 OBU 汇回来，你是要报税的。所以陈志很聪明说，因为平常 OBU 其实在海外怎么动，政府是不会做外汇管制的。我讲的是这个 OBU 账户在海外怎么动，他不管的哦。所以海外的账户在汇款的不会留下记录，但是你进出台湾其实是还是要管的。你进来台湾是要报税的，或者是你台湾要汇到 OBU， 如果照合你有一笔钱，你成立 OBU， 对不起，你汇50万，你还是要登记的。你不是说 OBU 汇过去就不用登记，是要登记的。那陈志很聪明，他很明显先成立海外的 OBU 账户，然后透过怎样？透过假交易，例如我要跟台湾的买东西或卖东西，台湾的买方，这里可能是买方。那尼尔创新是做什么？就做房地产、不动产投资顾问，还有天旭集团。为什么今天抓这2个人？就看到我们政府到底监管追到哪里，可能中间的存在哪些漏。尼尔创新是做不动产的，对，所以再来天旭国际做线上博弈的，所以他可能透过怎样海外账户来跟台湾怎么样做假交易。然后大规模洗钱、假合约、虚开发票、营造公司，例如我要跟你买房子，我透过尼尔创新说我要买房子、卖房子，买卖之间钱这里不是有扣了，例如120万啊进到这里，那其实实际上的交易才100万，那中间就有20万的价差，不管你是到 OBU 或者是进到台湾。那这就会变成洗成干净的钱，所以他很聪明，就是透过 OBU， 平常在 OBU 台湾不会查你，海外不查，可是你用假交易就把钱汇进台湾，或者是把钱透过台湾洗干净之后，再由 OBU 把它转出去，变成合法的一笔钱。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抓这2个人，甚至要收押，就是代表他们2个之间透过这个 OBU 账户进到台湾，再做合法洗钱，一个是做不动产，一个是做什么？线上博弈。那我再来解释 ，OBU 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台湾才慢慢起来，因为两岸当时还是所谓的灰色地带，所以你都是要透过第三地啊，不管香港、新加坡或 BVI 这些纸上公司，所以有大量什么境外金融的需求。如果这样看，陈志大概是2017年那时候进来台湾。这过程当中，这不就是里面也有陈志的钱吗？我们常说台北跟香港那一段航线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因为大量台商这样往来非常多。那其实台湾到香港这样投资这条钱，金流量也很惊人。你看到这个数字，你就金流量啊，钱这么多，它就躲在这里面，就比较不容易发现嘛。加速也很多，那么大量的台商，所以我们现在账户有多少？本国银行、外国银行有59家，那本国啦跟外银59家。那账户有多少吗？13多万个啊！光台商有9万个，所以陈志只是其中之一嘛。啊，但我们上次也讲过嘛，他其实在香港有公司啊，香港有2家上市公司，新加坡也有公司，所以他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成立 OBU， 然后混在这3000亿的金流里面。所以这个 OBU 等于是他在全世界根本是狡兔有3窟他从各地都可以把钱这样子汇进来。都没有事的。我们政府其实有洗钱防治规定，所以这次我们政府其实有一些关卡是没有守住了。那我继续来讲这件事情嘛，到底有没有守住？我们央行管出不管进，我不是说管进是管 OBU 的进哦，不是进到台湾哦。你只要在海外账户暂时停泊资金，那政府其实基本上是不管的，因为你是海外嘛，方便台商你在海外做交易啊。因为台商有时候是需要国际付款的，但是出去的时候你只要超过50万。你要汇钱出去哦，
你从台湾汇到 OBU 不是那么容易哦，你要填写外汇收支或交易报告书哦，然后银行要向中央银行行核准之后才可以汇出去的哦，所以不是要把钱汇出去那么容易哦。所以诚志进来台湾，其实有一关我们就已经失手嘛，我们讲过了，他成立这么多公司，你到底是怎么审的嘛？都是空头的公司，最后一公司叫尼尔创新嘛，他自己跟自己交易，有趣的哦，他跟人头公司自己跟这个交易这么的频繁，按规定高频交易或大量的人头公司，是不是金管会有没有通告？央行有没有通告？金额那么大，30几亿，你也没有通告，你如果现在房企前规定哦，当然你也可以 OBU 汇到台湾的 DBU 或者是我们自己本国账户，其实你汇入金额超过240万元，就要查了。就要记录哦，我讲的是汇入台湾，再来是4个月内汇入笔数超过200笔啊，这个叫高频交易。所谓的高额跟高频，高额还不到240万嘞，高频是4个月内200笔，其实都会查。那诚志怎样？他就是开始开大量的人头公司，假合约、假交易，那这么多的高频、高易、假交易，政府怎么都没有发现？包括央行、包括金管会、包括经济部。你这些假合约、假交易，你都完全失守。再由尼尔公司开始办所谓的日本房地产购买公约，这是去年年底还在进行哦。到23年，其实诚志虽然没有台湾，到23年之前，诚志还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所以大量的办什么海外房地产。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日本媒体说诚志有房地产，你们突然间发现。台湾的诚志的公司在鼓吹去日本买房地产，结果他在日本真的有房地产，在香港有房地产，在柬埔寨也有房地产，在英国有没有房地产？所以国政，你的意思是说，他这种脏钱透过 OBU 的方式进来之后，台湾变成一个中继站板，他之后要把这个钱洗得更干净的时候，就到这几个地方，甚至有很多地方的房产我们都不知道，他利用这种广告的方式。钱洗得更干净了，一部分可能受过台湾的博弈嘛，我们刚才讲尼尔创新公司跟天旭公司做线上博弈，甚至做直播的生意，或者到海外开直播，你不管要在台湾把钱洗干净，这是一步的服务。好，接着你要从台湾洗到日本，或者是在新加坡也要洗干净，它等于变成跨国洗钱集团。我不是说单只有台湾呐，台湾是中继站之一，它变成是跨国服务。可是台湾其实是很可怕的核心，你看哦，它的博弈公司其实在台湾，它的直播公司在新加坡，在台湾也有分站，它的直播公司又开到日本去，很多都会把串联自己，台湾变成一个很重要枢纽。那这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就要拿出来谈了，其实防洗钱的机制 OBU， 我们早在2017年就已经开始在做洗钱的防治了。客户开户要严格审查，要求客户提供实质受益人的资料。还要监控他的交易行为，到底我们央行跟我们的金管会有没有发现？对，诚志有这么长一串人头公司，它其实最后我们银行机制其实是有总归户机制的，你钱跑来跑去，最后跑到哪一个定点，它其实是追得到了。那你到底有没有去跟调查局申报啊？检调到底有没有处理？再来。法律还有要求，2017还有要求，实质受益人到底是谁？超过10%的股东到底是谁？董监事你要提供哦。对，人头公司、空头公司都要管，结果你到底有没有管？你没有管嘛？那高频交易你也没有去管啊？甚至中国大陆其实人家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哦，他还拿出来讨论说台湾2017年有做，所以中国大陆是今年开始做了，所以难怪诚志也会开始中国大陆混不下去，它是2024年11月通过，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全球在反洗钱，那台湾有这些办法，你怎么都没有发现？天伟，这样一路看下来，越看越奇怪。尤其是什么？你看到今天有一个讯息出来，之前呛北检的这个工程师，他被羁押了，就要被放出来之后，有人说他的粉专开了之后，他就讲说，你今天不信民进党就要被羁押。我只能说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有错的人，本来就应该羁押。你北检本来就应该把你的手段全部都拿了出来，就不太对啊。你今天对人家这么狠，你今天对这个所谓的诚志更霹雳一点，很难吗？这我们相互比较一下了哈。但是呢，我还是一直认为哈，可能我们目前的检察官的这个跨国办案的专业程度可能不太够。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从几个案件看得出来哈，当
这个网络上有人谩骂我们的副总统说收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台湾是不是捐了60亿啊？哈，对，然后呢才能够进到这个欧洲议会去演讲的时候呢，其实散布这个讯息的人哦，一回国我们马上就堵在机场了，对，然后马上就抓人了，把他抓了，对。然后接下来呢，之前来讲，因为这个办金华城案的这些相关的检察官们哦，后来被公告他们的头像在网络上的时候，结果呢，这位工程师呢，也马上就被逮捕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不是说不会办案，而是说当我们要看到什么案子的时候，影响到比如说这些检察官或是影响到这些政治人物的这个声誉的时候，速度都非常快。但是像陈志这个案子来讲的话，是影响到整体的所有台湾民众，有可能大家都是被诈骗的这个一环的情况之下，但是这个案子呢，却感觉到好像非常消极，然后感觉到说背后来讲是有一股力量是在阻挡他吗？你有没有搞错？还是说这个检察官们，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检察官们了，你应该直接要出手的，结果没有出手，都慢半拍。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专业度不足吗？还是怎样？还是柿子挑软的吃呢？还是背后有另有因素呢？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哦，在台湾来讲，它是有盘踞地的，它是有这些犯罪集团的。那这些犯罪集团的话，你看到交保的金额那么少，然后呢，他基本上这些又笑着，刚自从讲又笑着离开，似乎心里又在笑我们这些什么司法人员啊。你看到这陈志这个案子。当我们的司法机构要专心去办这个案子，或是积极的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时间点是在哪里？是美国先出手啦。对，美国 FBI 或是美国相关单位、美国的相关的这个部门来讲动起来的情况之下，我们政府才是被要求说，说不定我们这边是一个盘踞地，是一个很重要的犯罪中心的情况之下，这时候我们的检调系统才会这个是积极的去做这些事情。对，所以别人不动的话，我们动不了。但是问题是，诈骗集团它是跨国犯罪嘞，而且我们台湾饱受犯罪集团这个诈骗之苦嘞，所以照道理讲哦，检调单位应该要把这个业务是摆在最优先的。但是你们在办案的这个积极度来讲的话，为什么不用去办这些工程师，或是办这个跟泯灭副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来讲，用这种积极度去办这个案子呢？如果你办这个案子的话，今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是等到美国出手你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当中来讲，有多少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多少人已经被诈骗，已经受害了？那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呢，其实我们检调还是要加把劲哦，不要认为自己专业度不够就不去办这个事情，不要柿子挑软的吃，一定要什么积极去处理惩治这些案件。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